好，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小木马出品的这一款黄蜂勇士。这一款呢，算是一个半原创系的作品了。曾经也是吉贝龙老师画的一个同人画作，现在也把它实体做了出来。盒子外包装，峰会是一个矢量图的造型。打开以后，里边有小木马的 logo 以及银色的底和透明吸塑。配件的内容有一把黄蜂枪，可以插在屁股后边这里，作为一个尾针。同时还有2个不同造型的特效键。人物的造型方面倒是能很好的还原出吉贝龙老师的这张原画图的设定，包括身上的一些细节处理，以及在一些纹理的刻画上边，包括胸口的一些零件的点缀，这点都是能和原画做得非常像的。也是说，为了这个原画的还原度以及2个形态的转换吧，所以导致了这一次的变形并不简单。操作的过程还是比较麻烦的，而且这一次的零件很多。作为 BW 动画里边的搞笑担当，黄蜂勇士人气也是很高的，所以这一回先行把这个角色做了出来，而且在吉贝龙老师的画风笔下呢，又变成了一种很酷炫的感觉。其实这一款的元素有一点 BW 融合电影的味道，其实有一点像变期的那个意思啊，但现在呢，它变成的是一个直升机，所以更多的感觉像是前3部电影的风格，甚至这个还有一种眩晕的味道。头部的造型来看，涂装分色处理还不错，而且巨大的昆虫复眼里边透明件也有刻画出来。胸口机头炸开以后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我很喜欢这一块的零件堆叠层次感。腰部这里边的芯是塑料的，但外边的液压杆是合金材质，所以你在活动腰部弯腰的时候，这个液压杆也是可以跟着真实联动的。背后的6片机翼变成了类似于披风翅膀一样的东西吧，这种感觉还是挺帅的，也让人想起来老电影里边的眩晕味道。而且背后这里有一段关节可以往上翻一下，让这个披风斜一点，摆一些造型会比较好看。腰身旋转下来，这2块零件的话，会从正面看起来倒三角呈现的更好。腰腹部也没有后背多出来的边边角角的地方。膝盖的双关节中间是合金的材质，但能明显的感觉到身上的螺丝有点太多暴露出来了。腿部的装甲零件层次堆叠也很好看，但后边的这个螺旋桨不可动了，就因为是变形的需要2半分离。武器上可以安扎不同的特效键，2种特效键看自己的搭配喜好使用吧。头部这里是一个大的球形关节，360度旋转，压力不大。肩膀360度旋转，平举一段关节。另外呢，这个地方还有一段活动的关节可以辅助一下，并且这个关节有前后的活动范围。胳膊肘双段关节能去到很大的幅度。手腕360度旋转。手部每根手指虽然只有一段关节，但可以实现单指独立旋转。手腕的开口球腕也可以让它往下弯折一点点。腰部设计了独立的弯腰关节，并且有真实的液压连杆跟着活动，360度旋转也不会干涉到。前踢范围很大，后踢也完全没什么影响，侧踢基本可以踢平。膝盖这里有2段旋转关节，可以踢到挺大的幅度，但注意装甲片的干涉。大腿根部左右旋转范围很大，脚踝左右接地范围也很大。同时前后变形需要有一定的活动范围，所以这款黄蜂的可动性是相当优秀的，就算做这种亚洲深蹲也是毫无压力的，并且黄蜂嘛，屁股上可以插这个风筝的枪，也可以当成撅起屁股来攻击人的一个姿势。哎呀，这个蹲姿就很厉害了。把玩手感上面来说吧，这一款黄蜂的整体做工用料都还是可以的。零件看似有一些很危险的连杆，但是都使用了很韧性的材质。再一个，透明零件使用了 PC 键，所以韧性上边也会好一些。但不好的地方是，这款黄蜂身上用了太多的螺丝作为轴。我们目测能看到的这些关节的地方都是用螺丝装上去的轴，这就导致了有一些螺丝的地方，你玩一玩多了以后，它的螺丝会松脱掉。所以这也能表现出来小木马这个作为新厂子的一些不成熟的制作工艺。
有一些地方吧，你可以用螺丝来替代，带一些关键的旋转轴的地方，我个人建议还是穿铆钉，又或者给螺丝下边加一个垫片，不然的话，这样来回变的活动多了的话，肯定会松脱的。所以这款小木马的黄蜂，建议在把玩的时候自行备一个十字螺丝的改锥，需要的时候觉得哪个地方松了或者紧了，自己得稍微调整一下。身高方面和官方曾经的 V 级别身高差不多的一个尺寸，也是 MPM 小车差不多的一个身高，所以我觉得这款黄蜂应该是配电影系的玩具，配 MPM 系的玩具会好一些吧。它配 MP 的那些 BW 玩具可能画风会显得怪一点吧，这个画风明显就是电影系的嘛。那来吧，我们来变形一下这款很电影式的黄蜂勇士。首先第一步的准备工作，我们翻到后背来，把这一块打开，根部这里有一个卡扣，卸松掉，180度翻折，让这两片翅膀放在一边。哎，其实这个造型放在这一边也挺好看的。然后把它都挪一下，腾开角度，后背这个关节刚才调造型的我们把它压平，然后后边的这个三角区把它立起来，边缘的这两块旋转，整合成一个方形。先把后脚跟收起来，往下翻，脚背上的这个刺刺放平，然后顺着这半个螺旋桨的地方的卡扣拆开，边转这个脚踝边往过翻，然后螺旋桨往这边挪，脚尖打开，这是最后的尾部。腿部从这个地方往开拆，注意绿色下方这里有一个卡扣，和黄色的腿板进行着连接，打松掉，拉开。然后黄色的腿板和下方这里又落了一块的卡扣，在这个位置把这些卡扣都拆松掉。接着膝盖往下弯一弯，弯一弯，把这块独立连接板前面这块腿甲翻出来。注意啊，这一侧有一个双关节，把这块先拼合好吧。这里现在还打不开啊，上面这里卡着。然后往开翻腿甲侧面，从这个地方卸松，整个的往出翻。翻开以后，大腿后面有一个双关节的连杆，再把它提上来，提到这个程度。这个时候把大腿旋转90度。哎，现在腾开了所有的空间，没有卡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把这一片绿色整体的让过来。编到这里以后，单侧面的这一片往长拉，然后这地方有一个滑道，顺着这条滑道推进去。但这个推就很紧了，它这个滑道到头了以后有一个葫芦口，是锁这个轴的，同时上方这里还有定位的卡扣，所以这一块一定要推到底，结合稳了，不然最后飞机形态很不好看，很紧啊，第一次变。拼合好，后半个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注意一侧的腿下边这里有一个小三角翻起来，我们把这里边的装甲翻出来，先把这个双段关节搓开，腾开这个轴里边的空间，又一个 Z 字翻，整个的把它拉伸开。完全的打开以后，注意这个双关节下边根部轴的位置卡平，这里有一个限位，然后贴到上方来，贴到底。注意把关节都扭正，然后这块黄色的装甲跟大腿横折90度进行连接，也是注意这些边缘不要绊倒。好的，现在就完全贴合上了。大胯双关节往下搓动，把它拉下来，然后把这块黄色的倒钩跟这样拼合插在一起。注意调整这个根部的双段关节，然后把腿上翻起来的这片绿色往前卡，就是拼图啊，把这些片儿都拼合好。好了，一侧的腿部我们现在就编完了，这一块我们先不用往上包，
再来快速的变形另外一条腿，接着就可以把中间所有的卡扣密合在一起了。但密合的时候要注意，背后的这一侧直接往上扣就行，前方的这一侧注意倒钩、燕尾扣、倒钩这3处的一个结合。所以先套下方的倒钩，接着把机尾先捏在一起，一点一点的往上走，密合中间的燕尾扣子和前方的倒钩，注意方向，错开位置，夹住后背这里和腿中心所有的卡扣，夹合夹合。因为卡扣特别多啊，所以一定要把每一个都卡住了。这也是你前边在变形的过程中一定要变到位的关系啊，这些地方才可以密合的很好。接着中间的这一片板左右互搭的2个锁扣咬在一起，内侧这里翻起来一个小零件。好，这一块放在这里备用就行了。接着我们来变上半身，上半身直接拨开腰部下方连接的钩子，后背这里有一个双关节，压着点爬，往长拉，整个的提起来，然后往起翻。接着要往出抽这个胸口，手指顶着下方的这个轴，往下拨一点点，拨开，再往上翻这一块，拖出，整体的把机头拉松。它这个地方有很多段的旋转关节，一定要把这个角度折到位了才能拉出来。机头的位置往起立，然后把头顶的这块板子掀起来，左右的舱门这个地方很紧，打开，最后密合完是一个整体的这样效果啊。但是我们现在不要密合到位，留一点缝隙，一会儿还要把这个窗户让过来。翻折，打开门，好，夹到这个角度就可以了，开着一点口，脖子整体的往长拉伸。注意根部这里还有一段轴，把这段轴也打开，往前翻，头完全包裹在机舱内侧，翻到里边来看，肩膀的位置往下折90度。注意这个地方把螺丝孔都顺到一个面来，比如尖头的这个螺丝孔旋转过来，让这2个螺丝孔朝向一面。接着带有绿色装甲的这个冲后，调整肩膀上这个舱门的位置。注意这根部是一个双的球关，打开这一面，我们把它转到外侧去，放在这里备用。然后手腕旋转，打开指头，这样你的这块板件连杆才能顺势翻折过去。顺着这个球关挪一下，变到这边来，拳头再攥上吧。然后往后面折，把这2个带有螺丝孔的关节放平，往起立。就看到我们刚才翻起来的这个双球关的零件卡到机顶的位置即可。手部的准备工作最后是要收纳到这里的，我们先摆成这样。机顶盖这里有一个倒挂的钩子，把它压住，定好位置。肩膀两侧的绿色板件提起来往后搓动，这里边是个滑道，搓起来让机顶贴平。接着顺着这个门侧面的凹缝把这个关节顺出来，
这个地方避让的空间很紧张啊。顺过来以后，注意这里的双关节带有转轴和球关的地方，一定要把它推平，放到位，开始密合下边的机舱。这一个卡扣，这一个卡扣，进行维度锁定。好，密合上，把头顶的紫色零件卡扣让进去，这一块得顶出来。调一下，这里密合好。注意紫色透明件这里也有一个卡扣啊，我们尽量先斜着进去，把前边的这个尖儿顺到凹槽里，再往下压卡扣，贴合，然后底部燕尾扣子进行咬合。注意先后的顺序啊，右搭左，夹住。哇，这个机头终于变完了，可以说这块的变形非常复杂，而且容错率非常的低，它可操作的空间太有限了。手臂上的绿色盖板，180度翻下来，后方稍微的整理一下，顺着这个洞，整体的把手臂塞进去，塞到底，然后开始包这一片，往上提。这个地方一定要先密合到位，让这两个板子夹在一起，同时的进行往上拉。注意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啊。好，密合上来，边边角角这些地方一定要注意，很尖锐，而且干涉的特别严重，主要是这一块门板你需要最后密合。它在这个地方来回阻碍的特别难受。好，把这一块终于可以放下来了。最后机顶盖双关节，这里边已经有2个双关节连着了，同时的下压，然后把里边的4个卡扣顶满，锁住。侧面这里旋转180度，翻过来以后打出它的起落架。最后处理螺旋桨，注意根部这里是一个磨盘式的转动，把它偏圆了，而且放到了正中心。上方这个带轴的地方我们往后调一调，哎，打开2层机翼。这个地方是有限位的啊，它旋转到这个三角的地方就刚刚好限住了。撸正。其实在纪贝龙老师的原画这边，这一款黄蜂就设定成侵袭者直升机啊，所以呢，机身的一个还原度以及这种修长的感觉来说，还是非常像的。双层的螺旋桨，这些地方都是可以转动的，但转的就不是那么溜了，还是挺紧的。而且前方的雷达。透明的驾驶舱，起落架的小小的刻画，后方这里的螺旋桨，只不过这个地方是不能转的，变形的需要，造型固定住了。还有后边4个炸开的小尾翼，包括机身上面一些细节涂装、细小的文字刻画，还是挺精美的。而且这款直升飞机360度来看，没有任何暴露的地方，包裹的非常好，甚至底盘来看也是满满当当。很严实，直升机形态可以说处理的非常不错了，但难受的是它的这个变身的过程啊，身上的零件干涉太严重了，尤其前方这一块，最后我们密合中间的这块零件的时候，后边的这个舱门会非常的阻挡。包括大家在刚才的变形过程中应该能感受到，这款的变形逻辑理论上来说不难。它的变形步骤我觉得就跟 MPM 小车的那种差不太多吧，多也是多一些造型的零件，仅此而已。但问题就是手感不好，零件干涉是一方面，再一个身上有很多的轴，这些地方有的上螺丝，有的穿铆钉，但是都普遍偏紧。最关键的还就是这些穿着螺丝的一些转轴吧，你在变形的过程中会莫名的把它转紧转松，这些地方需要调整起来就有一些麻烦了。
所以嘛，小木马工作室啊，作为一个新厂家，我觉得有一些地方还是值得后续的向一些老的第三方厂家的工艺去学习的。能用铆钉的，能用转盘的，尽量不要用螺丝去上，这个在把玩体验上边是一种非常糟心的。后面呢，就是在设计上边能不能把这些扳手的影响把玩流畅度的一些设计给简化一下，又或者说给一个更高的容错率，让零件好过，让这些卡扣好密合，玩家操作起来也方便吧。其实这款黄蜂保证的人形和直升机形态都能很好的还原当时吉贝龙老师的一个原设定，同时直升机形态对于现实的载具的一个还原度也是挺高的了。再加上身上的机械内构啊，包括把当时原画设定里边哪个零件哪块装甲应该放在什么位置都很好的实现出来，但问题就是过程不太好玩，你变形的时候挺难受的。所以在后面我听说后边也公布出来了要做恐龙勇士啊，在制作这个变形过程的时候，其实在电脑的设计图草稿或者在你的 3D 建模，在你的 UG8 里边，犀牛5里边，不管什么软件吧，你可以看到它是理论上可以变形的，但实际这个玩意儿产品上了手以后，你的手指头感觉不舒服。我觉得能把一款黄蜂从它的设定图、概念稿一直到完成实体化出来，还原度还能达到这么高的像素度，其实已经挺厉害了。再加上这一款也是被很多 BW 迷友寄予厚望的产品，造型来说是真的不错，但是变形体验来说不是很方便的去变形，所以这一款也是很适合那种战狮派的、金刚派的玩家们，摆在那里真的很好看，而且把电影和 BW 的元素很好的融合了起来。料子来说，我倒是暴力把玩了几次，目前来说感觉料子还可以，韧性也挺好的。那么总之吧，毕竟是一个新厂家的第一款作品，还可以。造型上面来说，在一些细节地方来说做的还是挺用心的了，就是看看下一步在设计的过程中能不能再精进一点，好好的考虑一下玩家上手以后的把玩享受度，这个才是最主要的。那么得嘞，这款小木马的黄蜂勇士就是这样了。因为变形比较复杂，老规矩，稍后我还会把它逆变做出来的。